大人，我们要不要等晚上再行动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？算了，庆王身边带了不少高手，我们讨不了便宜。更何况叶王那边需要我们去帮忙，趁他们现在无法分身，我们回去帮叶王殿下。只要叶王能成事，我们还怕他区区端侯或者庆王不可。是。没想到你们最终会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。姜探为虎作伥，行事狠辣，但对妍希的确情真意切。妍希有他陪着，在泉下也不至于寂寞。妍希那么好，怎么就偏偏遇上姜探呢？姜探诚然不是好人，但这世间也没有绝对的错与对吧？你想说的是？对，我想说的是我的母亲张贤妃。张贤妃已经故去很多年了，你对她所做的事情又知道多少？你是指他派人袭击你的母亲景妃的事吗？你知道？你认为他没错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曾看到母妃偷偷地祭祀一名女子。她哭着说：“你莫怨我，我实在是退无可退，无法可想了。让我为婢为妾也就罢了，为何连个孩子也不肯给我留下？”你是说，你母亲在你之前还有个孩子？在我之前，本该有个哥哥的，都怀了5、6个月了，跟袁夫人一起喝了中茶就没了。不是袁夫人动的手脚，那是……听闻那几年袁夫人也怀不住孩子，因为景妃受宠，父皇的妃妾接连小产，父皇都不肯追究。景妃出事后，袁夫人严医服药，隔了4、5年才生下了袁大小姐。依我说，他们都错了。虚名浮利，你争我夺，便是赢了又如何？两眼一闭，腿一蹬，谁又能带到棺材里去？母妃苦心经营一世，熬尽心血，何尝有一日快活？不如远离是非之地，挚友诗酒相伴，从此逍遥一世，岂不快哉？你说的对，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有的时候真的分不出对错。是啊，袁夫人也罢，景妃也罢，母妃也罢，他们的事都已是过去的事。我只盼我们以后再没有那些尔虞我诈。他们做了这么多，应该也是希望以后我们能好好的吧。庆王言之有理。雪才，雪才，雪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儿臣明日一早便要去往莱州，想来见父皇最后一面。朕不想再看到你。雪才，儿臣知错了。父皇，
儿臣太过在意别人的目光，的确做了很多错事。可儿臣对父皇绝无二心。儿臣发誓，往后再不敢另有他想。难道父皇就想看着儿臣客死他乡吗？求父皇饶过儿臣这一回。你如今来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父皇，儿臣什么都不要，只求做个富贵王爷。还请父皇饶儿臣一命。你简直就是荒唐至极！你给我出去！父皇，滚！青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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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瓷。我不要忘记过去，我不要。金子，不要，金子，我不喝，我不要从头来过，我不要。好，不喝，我们不从头来过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对。小婉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，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都依着你，好不好，小婉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就如掷骰子，明明掷了个满园春，却偏要丢了重来，换回个满盘皆输，何苦来哉？我告诉你，除非阿元亲口说，否则我绝不放手。若不是揽月湖之事，她不会成为你的王妃吧？
怎么会呢？我们两情相悦，无论如何，她都会是我的王妃。她在揽月湖遭受诬陷，我就没有帮她，令她灰心生病。袁夫人认定是我辜负她，便一力撮合你们。她对我彻底失望，才顺从了你们的心愿，不是真的想要嫁给你。你想多了。她回京城的那几个月，你才见她几面？跟她在一起多久？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们在庆贺的时候就已经好上了，所以我才赶着娶她回家。当然，也要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娶她。你可以继续辩，但阿元是怎样的秉性，我知道的很清楚。你知道他的秉性，还欺负他，招呼不打就一个人走了。那日阿元中了毒，我一时找不到良药，只能将妍希给我的解毒丸为他服下。那日早晨我突然毒发，不得不立刻回京找妍希施救。那你要打声招呼吧。我离开前，曾留书信向阿元说明身份，但是那封信阴差阳错的到了知夏姑姑手中，她悄悄地将它撕了，并未交给阿元。那你为什么又百般赶逐他，疏远他？我回京之后就被叶王盯上了，当时我还布置盯着我的那些人的底细，为保阿元无恙，我决定要疏远他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怕连累阿元，才故意疏远他，以免他成为对方的目标？阿元至情至性，又嫉恶如仇。若是在我身畔，肯定会穷追目标，更以为对方所成。但此事，还是我考虑不周。我忘了，即便他孤身一人，还是不会放弃寻找真相，还是会得罪那些恶人，招来灾祸。早知如此，他一回京，我就应该找他解释清楚。守在他的身边，或许还能护他周全，不至于让他受这么多苦，遭这么多罪。都是我的错。其次，阿紫，小婉，我在这儿，我在。怎么没在屋里啊？景慈在里面呢。明明是我的妻子，我未来的贺王妃，可他们在一起，我怎么就觉得自己这么多余呢？阿元还没醒呢，你这是想哪里去了？有景慈陪着，应该很快就会醒了吧？阿元，阿元，阿元，阿元。
我在。你可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先前的病情加重，昏迷了几日，这会儿醒过来，应该就没事了。你别想东想西了，好好调养自己的身子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多想，不多想。要不要喝点水？北野，我想起所有的事情了，覆灭完所有的事情。也好，如今一切都归于原点了。未来的抉择，你反而可以真正的听从自己的内心。你先躺会儿吧，我去看看吃的有没有准备好。谢谢。宫里出事了，京中传回密函，听闻父皇这2日病情加重，一直在建章殿休养，但始终都没有露面。啊？未必真有什么事，不过二哥并没有去莱州赴任，我放心不下，打算回京瞧瞧去。如果父皇真是生病，还盼端后尽早入宫。毕竟都是一家人。端后手艺难得，我也算是沾了袁小姐的光了。待我蹭完这顿饭再回京。阿元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亲王殿下关心。这汤是给阿元准备的，对补身子很有效果。谢了。哎，北燕，你一天也没怎么吃东西了，趁着阿元还在休息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吃饱了才能继续照顾阿元，耽误不了多久。方才我在外面无意听你说，陛下一直没露面。是啊，父皇连长乐求见都被拒了，连长乐公主都不见。若是病了，不是更应该让公主在旁侍奉吗？或许是父皇病中急躁，不想见他。但听闻见了二哥，也是奇怪。不过，现在守卫皇宫的是跟随父皇多年的龙虎军，统领韩情骁勇善战，忠心耿耿。便是有人想在皇宫生事，大约也没那么容易。韩情，韩情怎么了？我听阿元说过，叶王府那个小太监遇害时，秦姑曾亲眼见到韩情出现在揽月湖，几乎可以肯定，就是他杀害了小印子和瑟瑟。韩情忠心的根本就不是陛下，而是二哥。亲王殿下，即刻收拾收拾，准备回京。好。穆北烟，阿元身子还弱，需要休息，麻烦你帮忙照顾着。什么叫麻烦我照顾？照顾阿元不是我应该的吗？
怎么起来了？在床上躺得久了，准备出去走走。你身子刚好些。别着凉了。谢谢。对了，景慈，他一个人站在外面很久了。你昏睡时，他说起过疏远你的理由，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。听到又怎么样？他好像真的只是为了保护你，并没有想跟你分开。眼下宫中可能出了事，他和亲王就要回去了。要不，你出去跟他聊几句，有什么误会，也好尽早说明白。哎呀，穆北岩啊，穆北岩，有你这么把自个儿女人往外推的吗？小婉，你来了。这世上已经没有风眠丸了，或者说，这世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小婉。那只是我的一个梦，或许也只是你的一个梦。不，小婉从不是梦。18年朝夕相伴，小婉是我爱于性命的珍宝。所以明知我心中并无离怨，却仍然将我远嫁他乡。你曾仔细调查过袁清离的失踪案，现在还这么想？在你灌我药前，你曾说过，让我们各自回到各自该回的地方。其实你并不是在事后做的决定，而是在我和李渊定亲之后就已经下定决心，让我代替袁清离回到雍国。而你是雍帝之子，想回雍国找我，自然不难。我想着，你若早早知晓，恐怕会露出马脚，不如待你离开之时，再跟你说明白，是我不好，习惯了替你拿主意，自以为是的安排着你的未来，一厢情愿的以为
那才是为你好。而你也一定会听我的安排。只是我再没想到，你会恨我如斯。对，所以我给你下了药，断了你的双足，丢你去喂狼。不是你。虽然你亲口跟我承认，那是你做的，但我知道，不是你。为什么信我？我一手带大的小婉，是怎样的品性，我怎会不知？只是因为当时我伤病在身，无力仔细调查，只能按照原先的计划，令你失去记忆，忘记仇恨带给你的痛苦，重新再来。那时候信我，当我变成阿元以后就不信了。你让长乐公主跟我解释，跟我保持距离，你怕我遇到危险。可是揽月湖畔呢？揽月湖畔，我信的也是你。北岩，咱们这么偷看，不大好吧？我看我夫人有什么不好的？可惜太远了，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。皇上信了知夏姑姑的话，见我执意要娶你，当即跟我起了争执。彼时我若站在你那边，只会激怒皇上，让他重罪处置你。你信我，一直信我。我只是后悔，为什么没在你失忆前多问你几句？问我什么？你说你是为了报复而伤我，却提醒我，昭王宫不是我的家。从我离开昭王宫的那一刻起，我便知道我回不去了。公子，你如果不娶泽生郡主，你也回不去了。那里并不是你的家，你的亲人在大雍，你会拥过去吗？其实，你是发现了昭王宫对我很危险，又或许，你早已有所论断，认为害我之人来自于昭王宫。我不确定，但当时我给你喝的药酒，是临行前昭王给我的。哦，他手里的这瓶酒，是一名神医所酿制，温补养身，对于阿慈的弱疾十分有好处。只是，你这么走了，恐怕就尝不到了。不如，你把这瓶酒带去，日后有了，我再给阿慈，也不晚。多谢主上。是昭王给我的酒里动了手脚，他算准了，只要是对公子有益的酒，我一定会拿给公子喝。于是，你承认害我，只是因为你倒的酒害了我。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？因为当时的你伤病极重，我担心你知晓昭王要害你会接受不了，也担心你回到昭州之后与昭王为敌，会被他所害。你是不是傻？因为当时的我是风眠晚，燕荣告诉我你有急事回宫了，我以为你早已平安回到了昭州，却在一转眼处看见你被折磨得形销骨立，一身伤病，还是因为我给你倒的药酒。我能说什么？当时的我只是希望你安然无恙，别无他想。你时时处处为我着想，而我待你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我害你母女分离，害你受尽委屈，
害你含冤入狱，遭受折磨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是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你的错。就算是有错，那也是阴差阳错吧。可无论我们各自怎么想，走到这一步，最好的结局，应该是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吧。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休想！即便我有10000个对不住你，你终究也是我的人，就该生也随我，死也随我。当然，我既对不住你，我也会生也随你，死也随你。你可还要？你说什么？我是恶人，未必能活多久，却努力想活得更久的恶人，期盼着从孩童到少年，从少年到白头，都能跟你相守相依的恶人。像我这样的恶人，你还要不要？我病逝难愈，也曾经想过，从此不再拖累你，让你另觅良人。可你不仅是阿元，还是小婉，是我的小婉。请容许我这恶人再自私一回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就算是死，我也想死在你身边。于是你唤醒勇气，常驻在我心里。就算隔世一言为定不分，不离不再委屈。命运送来的荆棘，化茧成蝶飞舞。我不看你的，你也别看我的。对了，我的手帕好像落在卖河灯的地方了，我去给你拿，你小心点，别乱跑。是我无悔的经历，哪怕有点记忆被抹去。终于漂泊好久的船停靠在你怀里。依然还会给我海阔天空的勇气到分离。阿元不愿意。终有一天再相聚，我的心还守在你这里。可是风眠晚说，他只愿公子心愿得偿。小婉，你看我这头，是不是有点绿啊？没有，你俩又没拜堂。我都还没有好好抱过阿元呢。景次这个王八蛋。这样啊，那等会儿我跟端后离开之后，你想法子抱他几下。还是算了吧。阿元会打人，想想我就脸疼。
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好。你该回京城了。你会等我回来的，对吧？阿元。阿元吗？他向来气性大得很，自然是不乐意等的。不过风眠晚说了，他喜欢不了别人，所以还是等着吧。气性大也是应该的。我为阿元做一辈子的饭菜，当做赔偿，可好？一言为定。这是按妍希留下的药方煎的，据说研究了很久，能除了你的病根儿，赶紧喝了吧。记住，一定要活着回来，活到100岁。我可不是为了你啊，我是怕你死早了，阿元会哭。谢谢。如果还要坚持娶你，是不是得多备点绿头巾啊？北烟，我小贺王爷天纵神姿，俊美无双，即便是戴了绿头巾，也一样引无数美人竞折腰。北烟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没了婚约的捆绑，我岂不更快活？天底下美人如云，有我赏，有我怜，有我挑，何得快活？就让我们感谢上苍吧，让我得到了你这样的一世至交。一世的至交，我可听明白了。说好了，即便你嫁给了景慈，也不能冷落了我。皇上这2天都借口生病，避而不出，这太不正常了。如果是以往，即便病着，也不会耽搁朝政，怎么可能连我们的面都不见？对呀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带走。放开我！别碰我！开门！开门！你们这群混账，等我禀告父皇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哼！公主，少言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今天一早被他们软禁在这里的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不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父皇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个地方呀？宫中有可能出了什么变故。变故？不过公主不用担心，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。再不济还有端侯。会是什么变故？